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2026年2月4日，新柔地铁 RTS 的首列测试车已经平稳地驶入了新加坡的乌兰北站进行示范测试。这辆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制造、极具现代感的列车一亮相，就预示着两地关系的重大转折。大家等这一天真的等了太久。以前我们谈西马合作总觉得是远大的愿景，但现在轨道已经铺好，列车已经抵达这种物理上的对接让，双城生活真正变得触手可及。新柔地铁预计于2026年底正式通车，届时它将从根本上重塑西马两地的经济、社交与生活版图。这不仅仅是增加了一种交通工具，更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跨境的方式。未来我们不用凌晨3点起床赶路，不用在炎热的长堤上吸着废气步行，这种生活方式的质变才是 RTS 最动人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列火车的抵达，更是两地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你可能很好奇，这列号称能实现5分钟跨国的神奇地铁，到底有哪些逆天的黑科技呢？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很多人好奇 RTS 到底凭什么能彻底解决塞车？答案就藏在两个核心设计里，一是一地两检，二是高频载客。所谓的一地两检简直是通勤者的终极梦想。在现有的模式下，我们要排2次队，出境排1次，入境还得排1次，中间要是遇上高峰期，那真是欲哭无泪。但在 RTS 模式下，乘客只需在出发站，比如在新加坡乌兰北，一次性办好出境新加坡和入境马来西亚的手续，抵达目的地新山5级查卡后直接拎包出站即可。这种模式消除了重复排队，让跨境通关变得像搭乘国内地铁一样顺畅。这种心理上的压力释放是巨大的，而且 RTS 的班次密度高得惊人，高峰时段每 3.6 分钟就有一班车，单向每小时能接载1万名乘客。这种运力是目前跨境巴士无法比拟的。最精准的对接载于新加坡端的乌兰北站直接无缝，连接我们的汤申东海岸线 TEL。 这意味着你从新山出发，加上通关时间，可能不到45分钟就能出现在乌节路喝咖啡，或者在滨海湾金融区办公。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跨境了，这就是1小时生活圈的极致表现。这种便捷性将直接引爆两地经济的协同效应。那么对于职场和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会呢？聊完了交通的便利，咱们得往深了看。RTS 背后其实藏着一盘巨大的经济棋局，那就是新柔经济特区 JSSEZ。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以前很多公司虽然觉得新山成本低，但却不敢把运营中心大规模搬过去？核心痛点就是人才流动太难，如果每天通勤要耗费3-4个小时，优秀的人才很难留住。但有了 RTS， 人才流动的成本被瞬间压低，企业可以非常灵活地在新加坡设立总部，同时在新山设立大型运营中心，员工的每日往返不再是煎熬，而是轻松的通勤。这会释放出巨大的跨境协作潜力，让两地的资源实现真正的互补。这种变化还会带来消费版图的位移。随着交通便利化，新加坡北部的零售额可能会面临挑战，因为更多新加坡人会选择去新山进行周末消费，毕竟那边物价更有吸引力。但反过来看，新加坡优质的高端服务业，比如医疗教育和金融理财，也会因为交通便利而吸引更多马国的高端客户。这种经济上的双向奔赴，会让新柔两地从单纯的竞争关系转向深度的共生关系。企业可以利用两地的成本差和人才优势进行最优配置。当然，这种经济联动最先反映出来的，往往就是两地的房地产市场。说到经济，怎么能不提房产？ RTS 的首列车到站测试，最先跳动的就是两地的房产预期。在新加坡这边，乌兰北周边的房产价值预计将进一步夯实。乌兰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住宅区，它正转型成为新加坡的北部区域中心。作为新马门户，这里的战略价值已经被彻底激活，
它不仅是居住区，更是未来的商业和交通枢纽 SOTA。 而看向海峡对面马国端的5级查卡站周边，公寓项目早已迎来了购房潮。对于在新加坡工作的马国同胞，甚至是部分追求高性价比生活的新加坡退休人士来说，住在新山工作在新加坡将成为一种极具财务智慧的选择。你可以拿着新币薪水，享受新山更宽敞的居住环境和更低廉的生活成本，而连接这两者的仅仅是5分钟的地铁车程。不过大家在心动的同时也要冷静观察，这种跨国居住模式的普及必然会带动周边租金和房价的上涨。虽然前景辉煌，我们也要理性看待即将到来的压力测试。首先是新加坡汤东线 TEL 的承载压力，每天数万名从新山涌入的乘客，会不会让乌兰北站变成新的拥堵点？新加坡路交局可能需要进一步增加班次密度来应对。其次是票价定位，如何定价才能既覆盖高昂的运营成本，又不至于让通勤者觉得负担太重而跑去继续骑摩托车。还有新山5级查卡站周边的最后1公里接驳问题，如果公共交通配套跟不上， RTS 的效率就会打折扣。这些现实的挑战决定了新柔地铁能不能真正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些细节的处理需要两地政府展现出更高的协作智慧。但无论如何，这种物理连接的升级已经让新马关系进入了全新的纪元。RTS 首列车的测试标志着新马合作已经从口头愿景进入了物理对接的冲刺阶段。它不仅是一条跨越柔佛海峡的轨道，更是两国在后疫情时代，在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通过资源互补、基建互联来寻求共同繁荣的强力信号。到2026年底，当第一批乘客拿着一张票，走过一次关，坐上5分钟车便跨越国界时，新马双城生活将从一种艰辛的选择，真正变为一种轻盈的常态。这不仅是火车的胜利，更是两地人民生活质量的胜利。新柔地铁的开通让隔海相望变成近在咫尺。这种连接不仅是空间的，更是心灵和经济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代表着更多的选择和更广阔的空间。最后我想问问大家，如果今年底新柔地铁真的通车了，你会考虑去新山居住，然后每天坐地铁来新加坡上班吗？你认为一张往返票价定价在多少钱，你才会觉得最划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这开启在即的双城新生活。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